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老查，美光、SNDK 这些卖内存的芯片厂，凭啥涨得比英伟达、AMD 还凶啊？确实啊，2026年开年最猛的，非存储芯片板块莫属。美光3周大涨23%，闪迪 SNDK 更是暴涨82%，这还是建立在去年他们的股价已经翻了好几倍的基础之上。表现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那么今天我们聚焦 HBM 存储芯片领域的三巨头：美光、三星和 SK 海力士。查理给朋友们系统的分析一下他们的顶部在哪。作为散户投资者，我们如何避免被华尔街割韭菜的同时稳健获利？要搞懂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撕掉那些深色的说明书，用最直观的方式聊聊什么是存储芯片。很多人都把芯片混为一谈，其实它们的分工明确。如果说英伟达的 GPU 是一个超级大脑，算题快到飞起，那么存储芯片就是这个大脑的记忆系统。第一位叫内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办公桌的桌面，你正在处理所有的文件，都得摊在桌面上才能方便操作，是不是？那内存的特点是快，伸手就能拿到，但缺点是不能断电，因为一旦关机，电脑里的东西就全清空了。第二位叫闪存，它就像你身后的大书柜，照片、电影、APP 这些大件全存在这儿。闪存的容量巨大，断电了的东西也还在，不用担心数据丢失的风险。但它的缺点是翻箱倒柜拿东西，速度比内存慢多了。那么重点来了，为什么现在美光的股价会暴涨？因为 AI 时代原有的办公桌式内存不够用了，现在的 AI 计算速度太快，普通的内存搬运数据的速度根本跟不上。于是美光祭出了大杀器 HBM 高宽带内存。通俗点说，HBM 就像是把好几张内存叠加在一起，直接贴在英伟达的 GPU 旁边。HBM 让数据交换的速度提升了几十倍，而且它的占地面积更小。现在，英伟达、AMD 和博通的每一块顶级 AI 显卡都必须配上这种 HBM 内存才能跑起来。美光在12月的财报中透露，公司在2026年的 HBM 产能已经全部卖光了，甚至2027年的订单都在排队。这也就意味着 MU 未来2年的业绩不是预测，而是已经装进兜里的定金。为什么 HBM 这么缺？因为它的制造太难了。生产一颗 HBM 芯片所消耗的晶圆资源，足以生产3颗普通的 DDR 内存芯片。这种3:1的产能消耗比，让全球的存储供应陷入了结构性的大缺货。这也是为什么普通电脑内存也在涨价，因为工厂都跑去给 AI 生产 HBM 这种暴利产品了。为了大幅提高产能，美光公司在1月16日正式举行了位于纽约州中部 Syracuse 附近的超级晶圆厂开工仪式。美光的 CEO 梅罗特拉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亲手挥锹破土，因为这不光是美光历史上，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私人投资项目之一，总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虽然现在已经开始动工，但是根据美光最近的进度表，第一座厂房真正开始量产需要等到2030年的第3季度，也就是说，从现在动工到芯片出厂，中间还有整整4年的建设期。这个基地最终会盖起4座巨型工厂，按照计划全部完工需要等到2041年，届时它将成为全美乃至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生产基地。不仅负责制造，更将助力美光实现40%量产在美国本土的宏伟目标。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工厂未来会直接导入最先进的 HBM4，甚至更高级别的工艺。所以，我们要看清一个现实：美光现在股价的暴涨，赌的是未来的定价权。虽然纽约的产能还需要等几年，但是它给市场释放了一个极强的信号。在 AI 存储芯片这个赛道，美光正在美国本土建立一道谁也打不进来的防线。如果你是 MU 的投资者，你买的不是明天的芯片，而是未来10年美光在这个领域的统治力。如果我们看 MU 股票的基本面，会发现，经过 N 轮暴涨之后，美光的本益比 PE 也不算太夸张，只有36.9，和我们上期节目讨论的已经暴跌了30%的 INTU 大概37的本益比非常的接近。
更让投资者感到惊喜的是，美光1年后的前瞻 PE 居然只有不到14，而它的 PEG，也就是 PE 对 EPS 增速的比值，更是低得吓人，只有0.1。要知道，股王英伟达现在的 PEG 也有0.8，是美光的8倍。更令人惊喜的是，MU 在接下来2年的 EPS 年增速高达51%，和 NVIDIA 未来2年的复合年增速54%差不多。而且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也很漂亮，账面上的现金高达103亿美元，而债务只有不到5亿美元，负债率极低，和甲骨文等 AI 云计算公司负债累累的情况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们是否能 all in 美光，坐等长线收钱了呢？且慢，答案没那么简单。美光包括整个存储芯片类股票，还有一个隐藏的坑，需要朋友们特别注意。对，那就是和石油能源板块很像的超强的行业周期性风险。这张图显示了 MU 在2026至2028年的 EPS 增速情况。可以看到，今年美光的增速火到冒烟，有高达293%的 EPS 超高年增速。然而，到了2027年，MU 的 EPS 增速就会骤降，从接近300%暴跌到只有30%。当然，30%的 EPS 增速也很优秀，因为标普500指数的平均年增速只有10%出头，而30%的增速是美股大盘的3倍，完全没毛病。然而，问题就出在到了2028年，根据目前华尔街机构的估算，美光的 EPS 增长就戛然而止了，只有不到0.5%。而资本的嗅觉最是敏锐，大家别看现在存储芯片股跟疯了一样涨，但机构的资金不会等到2027年下半年才开始从 MU、SNDK、WDC 等热门股票撤退，他们会等散户投资者在高位接盘之后，慢慢的抽离。这一坑，朋友们也要千万小心。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 MU 每股收益的历史数据，会发现，从2020年到2022年这3年，美光的 EPS 也和今天很像，高速稳步的上涨。在2022年全年，MU 的每股收益涨到了8.3美元。然而，在接下来的2023年，美光的 EPS 突然就由正转负，从盈利变成亏损。那直接的后果就是 MU 的股价从2021年年底的97美元一路跌到2023年年初的48美元，股价接近腰斩。虽然现在的美光靠着 HBM 芯片供给受限、AI 需求端的爆发和提高价格，来努力把 EPS 稳在高位，但是行业周期性并不会消失，只会迟到。如果到了2027年的下半年，HBM 产能逐渐跟了上来，再加上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放缓，AI 服务器的降温，那这些因素的叠加仍然可能给 MU 的 EPS 带来下行的压力。而由于基期过高，美光也可能碰到和 Netflix、Intuit 现在同样的难题，增长放缓。而到了那个时候，市场情绪翻脸的速度往往比基本面要快得多。所以问题从来不是美光现在好不好，而是当下一轮下行周期来临时，你是提前下车还是被动陪跑？这是机构分析师对美光股票的分析。可以看到，总共有46位分析师给美光评级，高达90%的分析师给出强烈买入或者买入，真正给出卖出评级的只有1位。乍一看，好像全市场都在看多，但关键在这，他们的目标价。机构给出的1年期平均目标价只有362美元，反而比当前的股价396美元低了大约7.5%。这说明什么？不是分析师突然变得悲观，而是 MU 的股价上涨速度已经明显跑在了机构模型的前面。换句话说，评级在追股价，目标价却跟不上，而这往往是情绪最容易过热的阶段。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查理的 CI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于美光股票的分析结果。因为 MU 的 EPS 增速在2027年可能大幅度放缓，我们只以10到20倍前瞻 PE 的估值对美光在27年的交易范围做了测算，它在明年的目标价范围在429到643美元之间。但是因为 MU 今年的 EPS 增速接近300%，我们以15到25倍更高的 PE 估值做计算，得到 MU 在今年的交易范围大概率出现在489到816美元。而现在美光的市场价在396美元左右，这证明它确实还有20%以上的上涨空间，至少在短期来看是这样的。如果有投资朋友想要入手 MU，CI 系统建议
最稳妥的方式还是等美光的股价有回撤再逢低买入。系统给出的买点在365美元，比市价要低了7%。我们还可以再等等，不需要着急追高。更为关键的是，因为 MU 是短短几周之内一路暴涨上来的，这就导致它在240美元到400美元这个巨幅期间内没有较强的支撑。换句话说，如果 EPS 增速放缓，那存储芯片股票在几个月内闪崩40%或者50%以上是非常合理的现象。投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目前查理的 CLI 投资组合没有参与存储芯片股投机的打算。如果一定要参与，我会把资金控制在总仓位的5%甚至3%以内。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被套牢，查理也不会加仓买入摊平成本，因为那样可能越陷越深。当然，从短期来看，美光在340美元左右有一个人造的强支撑。根据 SEC 最新文件显示，美光科技的董事、前台积电的 CEO 刘德音在1月13日至14日自掏腰包买了23200股美光的股票。刘德音的平均成交价在337美元左右，总投入金额高达782万美元。这一举动像极了伊隆马斯克在去年9月以平均390美元的成交价砸下10亿美元购买自家公司特斯拉的股票。对于这些身家上亿的富豪来说，自掏腰包天量买入自家股票的行为是一种强力的护盘和信心的宣言。因此，如果 MU 的股价接下来回撤到360美元，甚至是330美元左右，应该是不错的短线套利的机会。当然，查理在这里还是要强烈建议朋友们把仓位严格控制好，如果被套牢，千万别加仓。然而，从长期来看，决定美光股价走势的绝不仅仅是它一家公司的发展情况。放眼全球，在高端 HBM 内存芯片市场，排名第一的王者不是 MU，而是来自韩国的 SK 海力士。到2026年初，海力士在 HBM 市场的份额依然稳稳地站在60%以上。它不仅是英伟达最信任的铁哥们儿，而且在 NVIDIA 最新的 Rubin AI 计算平台的供应链里，SK 海力士依然拿走了大部分的订单。此外，它还和台积电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海力士新一代的 HBM 产品将在2026年由台积电代工，来负责完成3纳米工艺的底座。就在今年1月初的 CES 展会现场 ，SK 海力士发布了全球首款16层叠堆的 HBM 第4代产品。以前的 HBM3E 就像是盖了12层的楼房，现在海力士直接盖到了16层，单颗芯片容量冲到了48GB，比上一代提升了33%。和美光情况差不多，海力士在最近的财报会上也宣布，2026年全年的 HBM 产能已经提前卖光了。那为了提高产能，SK 海力士的管理层正式启动了在韩国钦州的 PT7 超级封装厂项目，总投资高达130亿美元，预计到2027年12月竣工投产。以前是看周期，现在是看谁能把芯片厂盖得更快。美光在纽约州挥敲动土，海力士则是在韩国疯狂扩产。这张图显示了 SK 海力士股票的基本面，可以看到它的 PE 前瞻 PE 比美光还要低得多，当前本益比只有14，一年的前瞻本益比低到7.8，PEG 只有0.1。更关键的是，海力士的未来2年复合 EPS 增速也高达68%，极其的物美价廉。查理认为，单纯就股价的便宜程度而言，SK 海力士的上涨空间不输给美光。然而，需要特别小心的是，海力士是韩国公司，它不受美国政府的背书。如果韩国受到朝鲜、中国的地缘角力，那么海力士的股价可能有更大的波动。此外，因为 SK 海力士是以韩元计价的，投资美股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韩元兑换美元的汇率风险。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即使海力士的股价在韩国本土涨了，只要韩元对美元贬值，你拿到的美元收益可能被直接吃掉了一大块。投资 SK 海力士股票的朋友们也要注意这个潜在的风险哦。好，聊完了 MU、SK 海力士，我们最后看看 HBM 领域的第3巨头三星电子。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2024年三星在英伟达的 HBM 内存测试中卡了很久。但是根据2026年年初的供应链消息，三星的 HBM4样本不仅在英伟达那里跑到了高分，甚至在博通和谷歌的测试中同样表现优异。
现在的局势是，英伟达为了不被 SK 海力士一家锁死，正在把部分订单分给三星。Samsung 最近宣布，到2026年底要把 HBM 的月产能提升到25万片晶圆，比现在之间暴增近50%。这意味着三星准备用规模优势来解决缺货的问题。如果说 HBM 是一场消耗战，那三星的弹药库可能是三家里最充足的。和海力士和美光不同，三星不需要和台积电合作，因为它自己就是芯片代工的大佬。Samsung 能包揽做内存、打地基、搞封装，这种一条龙的服务不仅成本更低，定制化的速度也快得惊人，非常有竞争力。这是三星股票的基本面情况。可以看到，Samsung 的 PE 更接近于台积电，大概在30到35之间。一年的前瞻 PE 也很低，只有10.9，EPS 增速也高达40%以上，也是物美价廉的投资选择。查理认为，相比于美光和 SK 海力士，投资三星电子的股票风险性要低不少，因为除了 HBM 存储芯片，三星还有芯片代工、手机业务，相当于你同时买了韩国版的美光加苹果加台积电，也是非常不错的投资标的。当然，和海力士一样，三星电子的股票以韩元计价，外国投资者需要注意汇率的风险。如果朋友们还想把风险再降一档，参与到存储芯片的投资中，可以考虑直接买韩国指数 ETF EWY。相比于标普500指数，EWY 在过去5年的涨幅只有23%，而标普已经暴涨了79%。这说明 EWY 的上涨空间依然非常的充足。而 EWY 覆盖的是整个韩国股市，里面不仅有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还分散在金融、制造、消费等多个板块。可以看到，虽然三星和 SK 海力士加起来已经占了 EWY 超过40%的比重，但是 EWY 还包括了现代汽车、KB 金融集团和起亚汽车等韩国知名品牌。总的来讲，投资 EWY 的风险性要远低于投资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的股票。好，聊完了 HBM 存储芯片的巨头，我们回到美股市场。随着川普的再度踏口，美国和丹麦达成了格陵兰协议框架，美股又迎来了反弹的行情。其中涨得最好的股票有两只，分别是 CII 投资组合重仓的 Meta 以及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都有单日超过3%的涨幅。Meta 的首席技术官 Andrew Bosworth 在达沃斯论坛上透露，去年刚组建的 Super Intelligence Labs 超级智能实验室效率惊人，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已经在公司内部交付了首个版本的全新大模型。Bosworth 对新模型的评价只有4个字：非常出色。其实查理早在12月10日的节目中就有详细介绍，Meta 即将推出全新的大语言模型牛油果 Avocados 模型。而且不同于之前的免费开源的 Llama 系列，Avocados 模型采用 Gemini 和 ChatGPT 式的封闭策略，这就意味着 Meta 将来也能效仿谷歌和 OpenAI，通过大语言模型来直接赚钱。这就是 Meta 股票近期有不错反弹的原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一步观看细节。此外，查理最近把以前 Meta 主题的节目汇总到了 Meta 专题中。接下来2月4日，Meta 公司将公布2025年全年财报和2026年营收展望，届时查理也会推出新的专题报道，请朋友们保持关注。那聊完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1月23日，CI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及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目前，CII 投资系统依然把85%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优质个股当中，把剩下15%的资金投资在比特币 ETF、IBIT 和 FBTC 上。那目前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还是接近 CII 投资系统给出的买点，喜欢投资指数的朋友可以考虑买入 SPMO 这个优质的投资标的。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价附近入手的股票，分别是戴尔、微软和博通，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在1月下旬涨得最好的股票包括波音、量子计算 ETF QTUM以及联合健康 UNH。
查理已经在上周止盈了大部分波音和联合健康的股票，在锁定超额收益的同时，把获得的资金用来逢低抄底了微软、英伟达、比特币 ETF IBIT 和科技指数 IYW。目前 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 Meta 占比33.3%，微软占比22.7%，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6.6%，亚马逊占比8.2%，标普外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4%和英伟达占比6.2%。接下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您想在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动态，可以加入先锋会员，您会收到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先锋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木每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美光、SNDK 等存储芯片类股票的走势有什么看法？他们到顶部了吗？请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鼎力相助，我也会陪伴着大家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投资顺利，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